蒙面财经，朋友们好，今天是2020年5月21日。那接着华为被美国强力封杀这个事件，跟大家聊一聊啊，我对华为这个事件的一些反思，以及为什么美国呢要强力封杀华为。封杀华为呢对中国通讯行业的发展有多大的影响？那第二部分呢就聊一聊美国为什么能够降维打击华为啊，是哪些因素导致我们在这个通信和通讯产业，也就是 ICT 产业的关键节点缺乏核心技术。那大家知道，经济是一国国力的基础啊，有强大的经济才能支撑一国的教育、军事和科技，乃至最后的软实力啊，也就是价值观和文化等影响力的输出。那对于全球经济的构成而言啊，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和看到，无形的资产和无形的商品，占据社会财富越来越大的份额。那么我就想从市值这个角度啊，来看一下这个无形的 ICT 产业，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通讯行业，究竟能占到社会财富多大的比例？那市值呢是非常一个好的考察的一个视角和衡量的一个指标，因为一家公司的股票市值，它代表了这个市场啊和资本对这家公司的价值判断。那实际上呢是对公司现状啊也是未来的一个综合性的评估。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张图啊，这张图呢是全球前10大市值的近30年的一个演变图。大家可以看到，在1990年时呢，全球前10大市值这个构成啊，那个时候呢，日本呢正是发展如日中天啊，一个东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这个高光时刻。那可以看到，排名前10的公司里呢，日本占到了8强，那其中6家呢是银行，1家是电信公司，1家是丰田汽车，只有2家是美国公司，分别是这个 IBM 和埃森克美孚石油公司。那10年之后呢，也就是到了2000年。前10大市值的公司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前10大市值的公司中呢，日本只剩下2家。那日本的银行巨头呢，基本都不见了。那这10年发生了什么呢？我相信大家这个了解过日本发展的历史都知道，那日本房地产的泡沫破裂了。那看看日本的这个6大都市的土地价格的一个演变和变化就知道这个泡沫的崩溃有多惨烈。那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呢，必然会牵连银行体系。所以银行自然呢，也就从前10大市值的这个公司的宝座上滑落了。那剩下的几家我们再看一看有7家呢是美国公司都是我们能耳熟能详的一些公司你像微软、通用电气、思科、沃尔玛、英特尔、埃斯克美孚朗讯。那最后一家呢是德国电信在2000年时这个10大市值公司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出现了很多的这个 ICT 产业的公司，主要都是电信公司。比如日本的这个 NTT、日本的电信电话、朗讯、德国电信这些。那沧海桑田又过了10年来到2010年。那此时呢，正是全球市值中终于出现了中国的身影中国呢有3家入围，分别是中国石油、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那我们发现2010年呢，全球市值前10大公司里国家的分布比较均匀，可以说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行业呢也比较均匀既有石油、银行、铁矿石这些传统的这些产业，那也有微软、苹果这样的高科技行业。那最后呢，我们来到这个现在所处的2020年这个因为上面那个图呢是2019年的数据不是最新的数据，那我重新把它更新了，也就是截止到上个交易日的数据。那大家可以认真看看这张图。那这些呢就是当今世界最具价值的前10大公司。那其中7家呢都是 ICT 产业相关的公司，其中美国有5家基本是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那5家，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和 Facebook。那中国呢有2家是阿里巴巴和腾讯控股，那剩下1家呢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这家公司呢其实它不是一个我们寻常意义上所说的公司它可以说是国中之国。那我说个数字大家就能理解。那2018年沙特的 GDP 呢是7824亿美元。那当年那个沙特阿美的销售收入有多少呢？销售收入达到3467亿美元占到 GDP 比重的44%。所以可见这个沙特阿美它已经是一个国中之国。那前10大市值最后的2家公司呢，是巴菲特的这个投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和金融公司 Visa。那从这个结构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7家的互联网公司的这个成长性它是远高于另外的其他3家的。而且这7家呢都是最优秀的软件公司，代表了这个全球市场对他们在这个虚拟世界赚取利润能力的看好。
那大家也知道，年初以来呢，全球资本市场都是大幅震荡啊，各国股市都跌了不少。那最近呢，又反弹了不少。那这些互联网公司呢，可以说下跌以后，它基本都是迅速反弹。那有些呢，还创了新高啊。那可见呢，这些公司啊，它面对这种经济逆境时啊，有着顽强的这种韧性和巨大的优势。那最后呢，我再说一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就是这30年的全球10大市值公司的演变看来啊，银行市值呢占比较大的时候，往往是跟着实物资产的膨胀而膨胀，就是不管这个资产是房地产啊，还是石油、铁矿石，还是其他的有形商品，它都是跟着实物资产受追捧息息相关的。但到了当今社会，你不管是银行还是其他生产其他有形商品的公司啊，或者是房地产公司，都很难再进入这个全球最具价值公司的行列。那沙特阿美呢是个特例啊，它是国中之国，可以说是集全国的财富于一身。好了，这个就是给大家回顾了1990年到现在近30年全球市值10大公司的一个演变情况。那从中呢可以感受到 ICT 产业中的互联网产业占据了社会财富中越来越大的比例。那 ICT 产业呢对一国经济增长或者说财富的内涵的影响越来越大。那强大的 ICT 产业啊，也就代表了一国强劲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说这个第二部分啊，这个一个强大的 ICT 产业呢，它需要两大的物理基石啊。那一个呢是遍布全球的通信网络，一个是所有设备的大脑，也就是芯片。那华为呢，就恰恰跟 ICT 产业的这两大物理世界的基石息息相关啊。它是全球市场的一个重要玩家啊，不管是在通信网络领域还是在芯片领域。那同时呢，对中国的意义呢，它也是这两大领域的领军企业啊，是两大领域里面中国最优秀的企业。那我们先说通信领域。那通信领域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市场营收啊，营收。2018年呢，华为的运营商业务，也就是通信网络业务，它实现了2966.89亿的营收，折合成美元呢是420多亿的美元收入。基本是远超爱立信、诺基亚和中兴其他3个全球竞争对手。那爱立信呢，作为全球第2大通信网络供应商，它2019年的营收呢是1613亿人民币。只有华为运营商收入的54%。那排名第3的诺基亚呢，在2019年的运营商收入是1395亿人民币啊，只有华为的47%。那我们可以看出啊，华为一家通信网络运营商收入啊是爱立信和诺基亚之和啊。那这个呢可以看出华为在整个通信网络市场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地位啊，它的这个营收的从营收上来看，它的这个占比啊已经是另外老2和老3之和。那这个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华为在5G 领域啊，它确实有着将近20%的专利啊，和竞争对手可以说在专利领域是不分伯仲，有很强的专利壁垒。那另外一个核心领域啊，在这个 ICT 世界物理世界里面的另外一个核心领域就是芯片领域。那华为有一家这个芯片的研发公司叫海思，那海思呢，在国内的芯片水平是首屈一指的。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那这张图呢是2019年中国前10大芯片设计公司的营收。那可以看到排名第1的华为海思呢是842.7亿，它一家公司的营收呢就占到了这10家芯片设计公司总营收的54.1%。那2019年呢，整个中国半导体设计行业的营收呢是3085亿人民币。那华为海思呢用这个842.7亿啊除以这个3085亿。等于26.7%，就是华为海思一家呢占了全行业26.7%。那可以看出呢，华为海思在中国芯片设计行业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全球最大的2家芯片设计公司，大家知道是高通和博通啊，都是美国的企业。那2019年的营收呢，分别是243亿美元和226亿美元。那华为海思的营收如果折算成美元呢，是120亿美元，可以说已经达到他们将近一半的水平。那华为海思呢，我在上期节目里面介绍了，它从2016年到2018年到2019年，短短3-4年的时间啊，营收是翻了3倍，从260多亿人民币到840多亿人民币。那大家也知道，这个华为的旗舰机上基本呢都是使用的是华为自研的芯片啊，代号麒麟，而且这个性能水平呢不逊于高通。好了，这是简单的介绍了华为在 ICT 行业中2大物理基石啊，也就是这个通信网络和芯片中的一个市场地位。那美国呢，在这2个核心领域啊，对华为这个大打出手啊。通信网络领域呢，非但呢自己国家不允许用这个华为的5G 网络，同时呢也说服盟友不要用华为的5G 设备。
那在芯片领域呢，则是通过这个禁令就是5月16号出的那个禁令，那限制芯片代工厂给华为的芯片代工的方式来打击华为。那可以想象，这个双管齐下对华为的打击的是非常巨大。那我记得在那期节目里面呢，我也贴出来过这个华为的那张图异常悲壮的那张图，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美国呢，之所以在网络通信网络和芯片这两个 ICT 产业至关重要的领域打击华为呢，是基于国家安全和打击竞争对手的考虑。那不想让自己的整个 ICT 产业链建立在中国的这种物理基础上，那也不想让全球的这个 ICT 产业基础设施呢都来自于中国。那可以说华为呢是中国科技产业一个少有的奇葩和另类非常非常另类。那它既不参与中国20多年来火热的这种房地产的投机浪潮它也不去参与其他的这个多元化的产业投资比如说你说新能源产业的投资光伏产业的当然光伏里面它光伏逆变器做得非常不错就是很多的这种投机类的这种产业它没有去进军，它基本一直扎根于自己的主业，也就是这个 ICT 领域通信和通讯领域。那而且成功的进行了全球化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必须承认华为你看中国的另外的2家 ICT 企业互联网企业，一个是阿里巴巴，一个是腾讯。那在进军全球化方面呢，它其实表现都不如华为。那美国呢，对华为的打击呢，可以说是既对中国高科技产业有着强烈的这种实际的这种冲击效果，那同时呢，也有强大的这种心理震慑压力。那美国对华为的封锁和制裁呢，它影响的绝不仅仅是华为一家公司的生死存亡因为它还有整个的产业链，它牵扯到这个中国通信网络和芯片这2个行业这个供应链上下游的方方面面的企业。可以说对中国领军企业的这个领头羊的一个打击它既冲击了这个中国科技产业的实实在在的一些产业链的环节，同时呢，它也打击了中国科技产业的信心有着很强的这种心理示范效应。好，这个呢就是给大家讲了 ICT 产业中2大物理基石就是也是2大基础设施领域吧，就是通信网络和芯片。带大家呢简单过了一下华为在这2大领域的一个市场地位以及美国打击华为所带来的这种冲击和心理震慑。那么最后一部分呢，就说一下就是美国为什么能够对华为构成这种降维打击也就是这种高举高打的降维打击。那华为呢，这一个事件反映出中国的短板究竟在哪里？首先呢，我们说一下美国它在 ICT 产业领域是有绝对的主导权和领先优势的那这种优势呢，而且是立体的，它不光体现在这个软的互联网领域比如说这个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Facebook 这些这个互联网的巨头，它同时呢也在硬件领域占据了这个核心技术的源头。那你像半导体的这个很多的设备将近40%的半导体的设备，还有芯片的设计软件美国基本都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包括这个代工厂这个芯片代工厂用到了这个光刻机这个美国的英特尔在里面也有重大的投资然后你像这个芯片的材料芯片的这个半导体的材料领域，那主要是掌握在日本手里那整个下游的这个芯片代工企业就是不管是台积电还是三星或者是中国的中芯国际还是华虹半导体，它其实都绕不开这些最上游的半导体设备也好半导体材料也好。那我在之前的华为的那期节目中就讲过我说芯片产业呢，它本来就是全球化浪潮的一个产物，它是全球分工合作的一个典范，而且万事呢都有源头。那 ICT 产业的诞生和发展的源头呢是在美国这个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那这些高科技的源头呢诞生在美国，并深深的扎根那之所以美国呢在通信网络和芯片2个领域能够对华为构成这种降维打击，那核心呢就在于中国在 ICT 领域的根基它不够深厚。那网上呢有一篇文章总结的不错，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下面的都是下面这些呢是构成 ICT 产业的根基，而且这些根基呢基本不是诞生在美国就是扎根在美国。那可以看一下这个安卓系统呢，对吧？是安卓手机行业里的根微软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呢是 PC 电脑的根ARM 架构呢是全球计算机芯片行业的根Linux 开源体系是很多软件服务的根大家看一下，我就不一一再给大家念了。那看到这些 ICT 领域的每一个根每一个基础，那可以说是无不对行业影响巨大。
我们就说这个根服务器啊，世界上曾经的13个根服务器，大部分都建在美国。那如果有一天美国将这些服务器关闭的话，那影响非常巨大。那还有就是网络运营技术啊 ，Google 的3大技术文档，比如 Google Live System 啊，还有Bigtable， 还有这个MapReduce， 都是影响深远啊，是目前互联网公司大数据业务运营的一个基础。那这些根技术呢，让拥有这个亿级用户的大平台确保的网上用户能够自由冲浪。那在光刻机领域半导体设备和材料领域在芯片设计领域，中国可以说都非常非常薄弱。中国在这几个领域呢有自己的企业，但基本技术呢都非常非常落后。那我之前呢说过，就是中国呢它非常擅长把一个技术从1扩展到10，因为中国有海量的人口和巨大的市场你比如说这个互联网市场在中国的这种应用其实诞生了阿里巴巴和腾讯，其实就是一个从1到10的一个扩展。那从0到1这个基础呢，就是这个原创领域呢就比较薄弱，就不太行。那如果说的再直白点，就是呢，中国它不占据这些产业的领导权和主导权。那大部分产业的源头呢，不是从中国开始的中国呢，只是作为全球化分工的受益者，在产业链分工环节呢，从发达国家延伸出来以后它承接了中下游的这种大规模的制造环节。那如果别人呢把你这个源头一切断，那你立马的这个日子就没法过了。那中国呢这个说到底中国为什么没有原创？为什么这么缺乏创新我觉得我放一张图呢，大家就能明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里呢，集结了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可以说是天下英才群英荟萃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图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这张图。那可以看到这个排名前列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这些国家的获奖者非常多。那我们也看到这里面前20里有3个金砖国家俄罗斯、南非和印度可以进前20。那但是中国呢不在这21里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就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比例和中国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地位呢有点不相称。那中国呢这有2位获得诺贝尔奖一个是12年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的莫言，还有一位呢是15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那当然了，如果是说华人获奖者那就比这个多一些。那我相信这2张图呢，大家已经能够明白这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老早就中国讲的一句话。那人才呢又是科学技术诞生的根本。那中国呢这片号称有5000年文化的土地，那为什么不能诞生顶尖的人才和吸引全世界的精英荟萃呢？我想这个问题呢，在中国1841年以后，也就是中国开眼看世界以后已经有无数的先贤和巨匠那对这个问题呢都有过这个灵魂的终极拷问也给出了答案，我就不多说了。好了，我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今天呢给大家分析的就是占社会财富比例越来越大的这个 ICT 产业的情况，尤其是全球前10大市值公司的演变的情况。那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财富形态的一个变化和演变明显在向无形的资产和商品去演进。那未来呢，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和 5G 技术的应用无形财富呢还会占据社会越来越大的这个比重。接着呢，我又给大家分析了美国对华为制裁的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那中国呢，在 ICT 领域的2个物理基石就是通信网络和芯片产业。那这个制裁呢，不仅仅影响华为本身而且对整个中国 ICT 产业链本身呢，也构成沉重的打击。那最后一部分呢，就是给大家分析了，就是为什么美国它能够高举高打降维打击中国的芯片产业，而中国呢却不能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那最终呢，其实还是要回到终极的这种灵魂拷问，来探寻其真相和根本。那好了，今天呢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希望呢大家有所收获。大家顺手点赞、转发、订阅，我们下期再见。